大家好，欢迎来到一个带您寻找真相的频道。在满清，要成为卖国贼很容易。谁敢说洋人好，不管是故意夸大还是客观评价，都会成为卖国贼。更有甚者，只要你和洋人接触过，你就是卖国贼。这样的逻辑下，如果你要去国外做大使，你就更是卖国贼，你甚至会被宗谱中剔除。郭松涛就是要去国外做大使了，被自己族人连乘坐的船都烧了。没有族人，感觉这是一个光宗耀祖的职务。北大校长徐景成就是替洋人说了几句客观的话，被杀了头。虽然后来平了反，追认了烈士。1870年，天津教案发生。教案的发生，天津不是第一例，在此前已经在许多地方发生过教案，无非是影响大小而已。所谓教案，就是不信教的本地人和信教的本地人及传教士之间的矛盾，严重的就是杀人烧教堂。教案发生后，洋人就借助坚船利炮向清政府要说法，清政府最后大多承办凶手加赔款了事。每次教案都有具体的引线，但群体性事件大多都有许多积怨在了，具体的事情不过是一根导火索。比如有些地方每年要迎神，本来这是大家摊派的，可现在有教徒了，他们不信这种迎神，不愿参与摊派，这样原来的体系就开始崩溃，自然引起本地乡绅的不满。再比如满清社会是民怕官，官怕洋人，原来村民有矛盾就找官员解决，现在信教的就去找洋人要打官司，这样本地乡绅和地方官员就失去了话语权。这些改变慢慢就影响了原来中国上千年稳定的社会关系，加上教堂的行为方式老百姓无法理解，于是矛盾越积越多，许多都是以谣言的方式存在。当时最普遍的说法就是，这些洋人在教堂里挖眼剖心，拐骗人口，诱奸妇女。这种谣言传遍大江南北，无非版本有异。比如挖眼，天津的说法是淹在坛子里，浙江的说法是要用来指路，洋人打进来了，把眼睛挂电线杆上，给打进来的洋人做向导。吃小孩的说法最有依据，也最有说服力。当时全国灾荒频繁，许多孩子成了孤儿。我国传统的社会保障，尽管也有孤儿院，但大多规模很小，还倾向于收自己族人。而教堂收养孤儿是他的传统责任，所以大量的孤儿就涌入到了教堂。这样拐骗人口的依据就有了，要不这些孩子是怎么来的？吃小孩的依据也有了，因为这些孩子有病死的，少了几个孩子，自然就被吃了。更让人不能理解的是，教堂居然有地下室。西式建筑为了防潮，都建有地下隔层。这种建筑当时的国人看不懂，地下造一层，原来是想做坏事啊。所以想象中洋人干的坏事，什么杀人挖心、吃人肉都在地下室进行。天津教案就是因一起人口拐骗案引起，具体细节不再赘述，反正教案发生了。死伤情况如下：封大业，法国传教士及其秘书西门，又杀死了10名修女、2名神父，另外2名法国领事馆人员、2名法国侨民、3名俄国侨民和30多名中国信徒。焚毁了望海楼天主堂、仁慈堂，位于教堂旁边的法国领事馆，以及当地英美传教士开办的其他4座基督教堂。这事闹大以后，清政府要求彻查。当时清朝官员都不想惹上教案，说洋人好，要被骂卖国贼，说国人杀得对，烧得好，洋人不同意。再说天津教案惹得事太大，一般官员还镇不住，左思右想，就找了曾国藩。当时的曾国藩其声誉正如日中天，但曾国藩的人生也已经走到尽头，可以说是老病缠身。只是姿势体大，没有曾国藩这样声望的人根本镇不住，也不会有人信服调查的结果，不管说洋人对还是国人对。总之，这是件注定吃力不讨好的事。曾国藩毕竟是官场老手，他知道要让国人洋人庙堂教堂都能服的唯一方法，不是先定立场，而是彻查真相。只有真相，才能让自己超然于世外，才能掌握处理事情的主动权。调查的时间并不长，曾国藩给朝廷上了一份天津教案的调查报告，就国人最关心的问题，做出以下结论：或称教堂拐骗人口，或称教堂挖眼剖心，或称教堂诱于妇女。此次详查挖眼剖心，竟无确据。外间纷纷言有眼营坛，亦无其事。
盖杀害坏师，采生配药，也犯凶恶之族，尚不肯为。英法各国岂肯为此残忍之行？以理决之，必无其事。曾国藩的报告，简单的说，就是以前的那些说法都是假的，全是假的。像英法这样的文明国家，根本不会做这种事。清朝据此处理了肇事者，并同意赔偿。教案了结之后，大臣崇厚作为专使，去欧洲向法国道歉，以示与法国实行和好。1871年11月23日，才得到法国第三共和国首任总统梯耶尔接见。崇厚把同制递的道歉书呈递，并希望法国对中方成凶与赔款感到满意。梯耶尔回答，法国所要的并非中国人的头颅，而是秩序的维持与条约的信守。曾国藩对教案的处理没有得到国人的理解，而是给他扣上了一顶卖国贼的帽子。这个把清朝从灭国境地中拯救出来的满清大员，挺着重病身躯为国解忧的老臣，这样的一个人物，不管你指责他什么都不可能和卖国搭上边的曾国藩，被国人骂成了卖国贼。所谓构立之声大作，卖国贼之徽号竟加于国藩。京师湖南同乡有引为乡人之大耻。天津教案正式解决是1871年。第2年的3月，曾国藩顶着卖国贼的头衔，离开了他一手挽救回来的大清。感谢大家收看我的节目，欢迎点赞评论，谢谢大家。